家长不满学生教材或考题里夹杂明星、赵丽颖、王源、周润发被写入课本。教科书在大家的印象中一直都是神圣而又庄严的，而这段时间，人教版教科书插画事件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在人教版教科书中，出现了很多丑陋的插图，卡通人物形象看上去十分别扭，模样不伦不类，并且毫无美感。对此，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发表了他对此事的态度。在接受采访时，郑渊洁态度明确地认为，教材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小学教材无小事，应该是慎之又慎的，哪怕是每一幅图，都需要去慎重考虑。作为业内人士，郑渊洁知道一些其他人不知道的内幕。他向媒体们透露，有些教材的主编自己就是作家，所以经常会将自己或朋友的作品放进去，如此一来，教材的质量自然无法保证。人教版教材插图事件，相关人员已介入调查，很多人对教材内容也提出了异议。在大家的固有印象中，教科书中出现的一般都是革命先烈、科学家、中外名人，通过他们的故事，给学生们传递正能量，树立好榜样。但如今的教材或者学生考试的考题中，却涌现了不少明星，他们身上发生的哪怕是一点点小事，都可能成为考题或者是作文分析材料。阅读理解 ，TFBOYS 成员之一的歌手王源，是大家看着长大的童星。虽然年纪不大，但他却是优秀青年的代表。除了拥有流量外，他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年教育使者，还在联合国青年论坛中发表过演讲。在不少王源粉丝的心中，自己家偶像非常优秀，他足以和那些教科书中的中外名人相媲美。也因此，当粉丝们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政治教科书第9单元《与世界文明对话》里看到王源的时候，忍不住纷纷感叹，王源是根正苗红的好青年，是祖国的骄傲。当然，人无完人，虽然王源在某些方面有可取之处，但他也有一些负面新闻，例如在公共场所吸烟。所以，当看到王源被写进学生教材时，不少网友引发了争议。同样，实力派女演员赵丽颖也被写入了教材考题。赵丽颖出生于农村，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如今的娱乐圈一线明星演员，是大家心中励志明星的典型代表。成名后的赵丽颖不仅在演艺圈有所建树，拿下过多个奖项，还一直热衷于帮家乡修路。有灾情的时候，赵丽颖也会毫不吝啬地伸出援手，这样的明星被写入教材也无可厚非。香港明星周润发也被写入过香港的中学教材中。周润发虽然在演艺圈打拼了很多年，但他的名声却一直很好，几乎没有传出什么绯闻。此外，周润发还表示，在自己离世后，会将家产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明星被先写进教材中，一定要有门槛，如果不认真鉴别，很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教科书中之所以会提及当红明星，无非是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让他们对学业更感兴趣。以往，肖战就曾经出现在语文课堂作业将短文改成应用文中，而有一些肖战的教师粉丝也在自己的教学课堂上屡次提及偶像肖战的成名经历，结果被学生发到网上诟病。事实上，如果不小心选错了人、明星、偶像作为案例，最后很可能会事与愿违。以往就发生过在英语教材中出现了一个考题的主人公名字与某位无姓劣迹男艺人重名，在英语书中出现了吴亦凡的名字，听到这个读音，大家很难不将其与某位加拿大籍劣迹男艺人扯上关系。彼时，面对网友和家长对吴亦凡这个名字的质疑，
教材的出版社立马发文回应称，教材早在2001年就已投入使用，那时候这位男艺人尚未出名，所以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两者同名确实是巧合，那教材应该在这位男艺人出事时就换掉书中的名字，以免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而出版社却一直没有行动，不禁让人怀疑这是不是为了擦边。很多家长对明星在教材里出现这件事的态度都是一竿子打死的，他们不希望自己家孩子的书本中出现这些明星，认为明星在课本里出现会侧面引导孩子追星，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只要适当引导，孩子追星也并不是什么坏事，也许在适度范围内追星反而能让他们对学业、对生活更感兴趣。当然，我们鼓励的这个追，并不是跟着明星满世界跑，花钱打头，做粉丝应援，而是汲取明星身上的励志精神，转化为自己的求学动力。教育一直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古板的应试教育已经不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因此教材中适当引进励志明星的故事也不足为奇。只要认真甄别筛选，能让学生们从中吸取到他们身上的优点，就称得上是好教材。